西班牙，从白银帝国到日不落的余晖。第一部，伊比利亚半岛双王的崛起。欢迎光临深邃视野，我是您的时光导航员劳伦斯星辰。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走过德意志的千年统一之路，见证过意大利从文艺复兴废墟上的重生，也剖析过欧洲祖母的血缘之网如何编织了世界大战。今天，我们要把目光转向欧洲西南角的伊比利亚半岛，一个曾经统治了半个地球的欧洲第一强国——西班牙。1492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这一年，格拉纳达陷落，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近800年的统治宣告终结，一个统一的天主教王国——西班牙正式诞生。几乎与此同时，一位热那亚水手在女王的资助下向西航行，发现了一片欧洲人从未想象过的新大陆。同年，一位学者发表了欧洲第一部区域方言语法书《卡斯蒂利亚语语法》，宣告西班牙语有能力与拉丁语平起平坐。3件事发生在同一年，如果这不是命运，那什么是？在此后的2个多世纪里，西班牙帝国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它的领土横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从菲律宾到墨西哥，从意大利到秘鲁，太阳从未在它的版图上落下。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曾自豪地说：“在我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它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这个曾经统治世界1/4土地的白银帝国，到了1898年，却在一场不到4个月的战争中被新兴的美国彻底击溃，丢掉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从1492到1898，400年的兴衰，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今天，我们就沿着这条白银之路，一步步拆解西班牙是如何崛起为世界霸主，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第一站，天主教双王与一个国家的诞生。在西班牙统一之前，伊比利亚半岛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北方的几个基督教王国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葡萄牙、纳瓦拉与南方的穆斯林格拉纳达王国对峙了数百年。史学界普遍以718年阿拉伯征服西哥特王国为收复失地运动的开端，以1492年西班牙攻陷格拉纳达为终结。这场收复失地运动持续了近8个世纪，是欧洲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宗教战争。北方的基督教王国一步步向南推进，穆斯林的控制区不断缩小。到了15世纪中叶，穆斯林的势力已经被压缩到了半岛最南端的格拉纳达王国。关于这段历史，请参看我们前面的视频，那里有详细的解读。伊莎贝拉的王位之路充满坎坷的继承之争。伊莎贝拉是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2世与第2任妻子葡萄牙的伊莎贝拉的女儿。葡萄牙的伊莎贝拉1428至1496本身是葡萄牙王室的公主，其父亲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之子，因此她身上流淌的是葡萄牙王室的血液。她之所以成为卡斯蒂利亚王后，是因为一场纯粹的政治联姻。当时的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2世由于担忧其独子恩里克的生育能力问题，决定再婚以诞下新的继承人。国王的宠臣阿尔瓦罗·德·卢纳出于与葡萄牙结盟的政治考量，极力促成了这桩婚事。1447年，年仅19岁的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嫁给了42岁的卡斯蒂利亚国王，成为了卡斯蒂利亚王后。成为王后之后，她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权力斗争和悲剧。国王长期受宠臣德·卢纳控制，甚至被限制与他同房。伊莎贝拉最终说服国王，于1453年处决了这位权臣。1451年，结婚4年后，她生下了女儿伊莎贝拉。1453年，她又生下了儿子阿方索。1454年，她的丈夫胡安2世去世，她的继子恩里克4世继位，随后将伊莎贝拉和她的2个孩子软禁起来。这一软禁长达20年，直到1474年，她的女儿成功继承王位后，才重获自由。恩里克4世为何无能者，没有继承人？恩里克4世于1454年登基，直至1474年去世，统治了卡斯蒂利亚王国整整20年。但他的有生之年居然没有一个可靠的继承人，这是什么原因？恩里克的绰号是无能者，这不但是指他治理国家的能力，也暗示其在生育能力上可能存在障碍。这不是空穴来风，他的第1次婚姻就以失败告终。1440年，15岁的恩里克娶了表姐纳瓦拉的布兰卡2世，这段婚姻足足持续了13年。但当恩里克要求离婚时，检查发现布兰卡仍是处女。教皇只能以巫师阻止了房事为由批准了离婚。1455年国王再婚，
他娶了当时的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最小的妹妹若阿娜，但王后直到1462年才生下女儿胡安娜。这个漫长的等待期让王后的忠贞备受争议。若阿娜被传与贵族贝尔特兰德·拉库埃瓦有染，她的女儿胡安娜因此被政敌蔑称为拉贝尔特拉内哈 （Law Beltranija）， 意为贝尔特兰的女儿。恩里克四世的统治不得人心，贵族们为了反对他，便利用他无能和王后不忠的传闻，宣称胡安娜并非他的亲生女儿。为了对抗恩里克四世，贵族们在1464年拥立伊莎贝拉的弟弟阿方索为王储。2年后，贵族们更进一步，直接拥立阿方索为国王，公开与恩里克四世对抗。但是，就在1468年，年仅14岁的阿方索突然离奇死亡。官方说法是死于瘟疫，但当时普遍怀疑他是被政敌下毒暗杀。王室的家庭充满了悲哀。阿方索的死亡让反对派群龙无首，他们将目光转向了伊莎贝拉。经过谈判，伊莎贝拉最终被恩里克四世正式立为王储。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学者有理由怀疑，其实恩里克四世内心非常清楚胡安娜是否真的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果你是国王，你的王后生下了自己的骨肉，你会把王位拱手送给同父异母的妹妹吗？同样，没有一个男人会为自己妻子的奸情买单。作为交换，恩里克四世要求伊莎贝拉的婚事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不过，这个算盘也最终落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伊莎贝拉的婚姻革命。伊莎贝拉的婚姻是一场改变历史的伟大结合，它开创了欧洲王室婚姻自由的先河。1469年，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继承人伊莎贝拉与阿拉贡王国的继承人斐迪南秘密成婚。这场联姻并非一帆风顺，恩里克四世曾为她安排了一桩政治婚姻，将她嫁给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两人都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后代，是远房堂亲。恩里克四世又是阿方索五世的妹夫。看懂这层关系，你才能理解王室背后争斗的逻辑链条。葡萄牙一直试图通过婚姻来渗透西班牙的王室，但年仅17岁的伊莎贝拉极有主见，她对这位中年大叔不感兴趣，更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别人摆布的棋子。她钟情的是源自她父亲血脉的斐迪南。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不仅是政治盟友，更是血缘上的亲戚。他们是二等堂兄妹，共同的祖先是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一世。伊莎贝拉的父亲卡斯蒂利亚的胡安二世和斐迪南的父亲阿拉贡的胡安二世是亲兄弟，他们都是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一世的儿子。这意味着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是堂亲，但因为辈分不同，伊莎贝拉的父亲是兄长，斐迪南的父亲是弟弟。但伊莎贝拉是父亲晚年生的小女儿，斐迪南则是兄长晚年的孙子，所以伊莎贝拉在辈分上比斐迪南高1倍。因为两人的血缘关系在当时教会的法律下会形成婚姻障碍，所以他们特意从教皇希克斯图斯4世那里获得了特许状，才最终得以合法成婚。和恩里克试图安排的婚姻一样，这桩婚姻其实也是一桩复杂的政治联姻。牵线搭桥的总策划是斐迪南的父亲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当时胡安二世正面临法国的军事压力，非常需要卡斯蒂利亚的支持。巧的是，卡斯蒂利亚国内恰好有一群对国王恩里克4世不满的贵族，这形成了背后庞大的政治势力，转而支持他的妹妹伊莎贝拉成为继承人。这些贵族的领袖是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大主教希望促成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的婚姻，来巩固他们这一派的力量。就这样，阿拉贡国王出于外交需要，卡斯蒂利亚的反对派贵族出于政治需要，双方一拍即合，共同策划并促成了这桩婚事。也正因如此，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结合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当时的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4世的意愿，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私奔。在当时，贵族的私奔很难得到教会认可，但伊莎贝拉不在乎，她要的是爱情，也是权力。午夜私奔，一段改变历史的爱情。他们的初次见面发生在1469年10月14日午夜的巴利亚多利德。对于正在反抗兄长婚配安排的伊莎贝拉来说，斐迪南是她实现自主和报复的最佳选择。在忠于她的贵族帮助下，她策划了与斐迪南的婚事。这场婚事没有隆重的仪式，更像是一次秘密接头。17岁的阿拉贡王子斐迪南为了躲避卡斯蒂利亚国王的耳目，伪装成商人，秘密潜入巴利亚多利德。在那个午夜，伊莎贝拉与斐迪南在一位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家中首次正式见面。当浑身尘土的斐迪南走进房间时，伊莎贝拉的随从兴奋地指出：“是他，是他。”尽管旅途疲惫，
斐迪南已换上华服，展现出注重仪表的一面。关于这次相遇的记载充满浪漫色彩，两人一见钟情。编年史家描述斐迪南身材中等，肢体匀称，面容俊秀，他擅长骑术，精于长枪比武，骁勇善战。伊莎贝拉虽然看到的是一个比他身材略矮的少年，但依然被其魅力吸引。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打下了坚实的感情基础，两人此后密切协作，共同治理国家。这次见面后仅仅5天，1469年10月19日，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巴利亚多利德低调地举行了婚礼。这次联姻直接促成了后来西班牙的统一，并开启了西班牙的全球霸权时代。王位继承战争，伊莎贝拉的王冠之战。1474年，恩里克4世去世，伊莎贝拉立刻宣布继承王位，这引发了支持恩里克4世女儿胡安娜的葡萄牙国王阿方索5世的反对，并爆发了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争。阿方索5世既是伊莎贝拉一世的政治对手，又是其竞争者胡安娜的舅舅。当恩里克4世去世后，妄图迎娶伊莎贝拉并觊觎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5世正是利用这层关系，转而娶了自己的外甥女胡安娜，并以此谋取卡斯蒂利亚王位，从而引发了与伊莎贝拉一世的王位继承战争。恩里克4世去世时，由于没有留下合法的男性继承人，围绕王位，卡斯蒂利亚贵族迅速分裂为2大阵营。伊莎贝拉派得到了她的丈夫阿拉贡王储斐迪南和阿拉贡王国的军事支持，胡安娜派获得了葡萄牙国王阿方索5世的支持。这场内战从1475年持续到1479年，最终伊莎贝拉的势力在战争中胜出，并于1479年与葡萄牙签署阿尔卡科瓦斯条约，彻底终结了继承权的争议。1474年12月13日，伊莎贝拉在塞戈维亚举行了登基加冕仪式。随着继承战争的胜利，她的王位得到了巩固。她既是通过王兄的正式册封确立的合法继承人，也是在继位后通过武力捍卫并巩固了自己王权的强大女王。伊莎贝拉的继位不仅是她个人的权力胜利，其意义远超一场王位争夺战。她的丈夫斐迪南2世也在5年后的1479年继承了阿拉贡王位，两国在两人手中实现了王朝联合，为西班牙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继位后，他与斐迪南共同完成收复失地运动，统一了伊比利亚半岛，资助哥伦布远航，开启了西班牙的全球霸权时代。对于西班牙的历史来说，伊莎贝拉有着无可比拟的历史地位。她不仅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更是一位从残酷内战和政治博弈中胜出的杰出君主。她的智慧和坚韧不仅为自己赢得了王冠，更为西班牙的崛起扫清了障碍。天主教双王，3件改变命运的事。那么，这对天主教夫妻双王究竟做了哪些改变了西班牙命运的事呢？首先是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1482年，他们发动了对格拉纳达的最后攻势。这场战争持续了10年。1491年11月25日，格拉纳达苏丹穆罕默德12世与他们签订了格拉纳达合约。这份投降书包括67条协议，承诺保护格拉纳达居民的财产、宗教自由和人身安全。不过，这些承诺后来大多被逐渐背弃。1492年1月2日，格拉纳达正式投降，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近800年的统治宣告终结。据说，当穆罕默德12世将格拉纳达的钥匙交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时，他转身回望阿尔罕布拉宫，流下了眼泪。他的母亲曾对他说：“你像女人一样哭泣，因为你没有像男人一样战斗。”这句话后来成为西班牙历史上最著名的悲情注脚之一。其次，他们资助了哥伦布的西航。同年8月3日，哥伦布从帕洛斯港出发，10月12日抵达巴哈马群岛。西班牙从此打开了通往美洲的大门。第三，他们在半岛上实现了宗教统一。双王建立了宗教裁判所，强迫犹太人和穆斯林改宗或流亡。早在1478年，伊莎贝拉一世就下令成立了许多宗教裁判所。一个纯正天主教的西班牙就这样在残酷宫廷斗争的血与火中诞生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融合。那么，收复失地之后，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是否有通婚和融合呢？答案是有的，但结局很复杂。在收复失地运动的漫长过程中，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确实发生过融合。历史上，阿拉伯和柏柏尔征服者在入侵时大多没有携带家眷，他们与当地土著妇女通婚，或将他们纳为妾室。基督教国家也通过移民措施实现了不同宗教社会群体的融合。但是，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完成和民族情绪的膨胀，融合的趋势被逆转了。格拉纳达投降后，摩尔人被迫做出选择，
坚持信仰伊斯兰教者必须离开西班牙，只有皈依基督教才能保留财产。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和迫害，使得许多原本已经融合的社群被迫离散。西班牙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多元融合的社会，而是成了一个用火刑柱进化出来的天主教国家。西班牙与葡萄牙为何未能统一？那么那个邻居葡萄牙的命运呢？这两个国家都在伊比利亚半岛，为什么没有最终统一成一个国家？原因很复杂。首先，葡萄牙的历史比西班牙更悠久。西班牙是后来的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合并而成的国家，而在此之前，葡萄牙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存在了数百年。葡萄牙在收复失地运动中较早完成了自己的再征服，并在1143年就获得了独立的教皇承认。其次，地理和战略因素也很重要。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多山，葡萄牙占据了半岛西南部相对独立的区域。葡萄牙很早就将目光投向海洋，建立了自己的海上帝国，与西班牙的扩张方向不同。更重要的是，西班牙虽然占有半岛 80% 的土地和人口，但始终未能彻底吞并葡萄牙。在后来的历史中，两国曾有过王朝联合，从1580到1640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曾统治葡萄牙，但葡萄牙人始终抗拒被吞并，最终在1640年恢复了独立。西班牙和葡萄牙既是同根同源的青梅竹马，又是一起浴血杀敌的战友，最终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反观双王治下的西班牙，成了一个精力旺盛、野心勃勃的新生国家，但它还远不是世界霸主。真正把西班牙推向全球舞台的是他们精心编织的那张婚姻网。通过子女的联姻，双王把西班牙的血脉送进了欧洲最强大的王室家族。第二战，疯女胡安娜与查理五世，从血缘悲剧到全球帝国。在双王的5个子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次女疯女胡安娜 Juana Loca。 她的兄弟姐妹们几乎都先于她去世了，他们大多在年轻时就因疾病、难产等原因离世，命运颇为坎坷。胡安娜排行老2，她的一兄一姐和2个妹妹，结局都充满悲剧色彩。长姐伊莎贝拉生于1470年，后来成为葡萄牙王后，但在1498年因难产去世。长兄胡安生于1478年，爵位是阿斯图里亚斯亲王，但在1497年婚后仅6个月便英年早逝。大妹妹玛利亚生于1482年，后来也成为葡萄牙王后，但在1517年生第10个孩子时，同样因为难产去世。小妹妹凯瑟琳生于1485年，后来成为英格兰王后，丈夫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抛弃王后的亨利8世，最终于1536年忧郁而终。胡安娜则生于1479年11月6日，她之所以被后世称为疯女，原因十分复杂。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胡安娜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或精神病性抑郁症。她自小就多愁善感，情绪低沉，其外祖母也死于精神失常，暗示了家族遗传的可能。严苛的童年教育使得她曾因宗教观点与母亲伊莎贝拉一世发生争执，并遭受了残忍的体罚。这种高压环境对她幼小的心灵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创伤。1496年，胡安娜与英俊的哈布斯堡王子美男子腓力结婚，这场婚姻也成为了她悲剧的起点。胡安娜对腓力的爱近乎疯狂和偏执，而腓力则风流成性、薄情寡义。他的背叛让胡安娜的嫉妒与日俱增，行为日趋极端。腓力对胡安娜的耐心耗尽后，便借机将她囚禁在塔楼里，理由是精神失常。1502年，随着长兄和长姐的去世，胡安娜经托罗议会确定为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人。1504年，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去世，胡安娜正式继承王位。可是她的父亲斐迪南二世以女儿疯了为由，宣称她没有执政能力。她的丈夫腓力也与岳父合谋，用胡安娜疯了来打击她的合法性。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权力之争，岳父与女婿的决斗。矛盾的根源在于1504年伊莎贝拉一世去世后，卡斯蒂利亚王国巨大的权力真空。简单来说，斐迪南二世想继续统治，而腓力一世则想为深爱自己的妻子，也相当于为自己夺取王位。他们争夺的是谁才是伊比利亚半岛真正的主人。伊莎贝拉一世去世后，斐迪南二世失去了卡斯蒂利亚国王的身份。伊莎贝拉的遗嘱指定他们精神不稳定的女儿胡安娜为继承人，并由斐迪南二世担任摄政王。斐迪南二世以此为据，在贵族议会中获得支持，成为了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实际管理者。而作为胡安娜的丈夫，腓力一世认为王权应由其妻子继承，而自己作为配偶 Jur Axoris
应共同统治。在他看来，岳父斐迪南二世不过是过渡时期的摄政王，现在自己理应掌权。他立即采取行动，铸造以自己和胡安娜为共同君主名义的货币，这等于向民众公开宣示主权。斐迪南二世先是借口胡安娜怀孕，以伊莎贝拉的遗嘱为由代理执政，但这让腓力一世感到王位被截胡，冲突迅速升级。腓力一世回到卡斯蒂利亚后，获得了当地贵族的支持，并迅速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双方在1505年11月达成萨拉曼卡协议，承认两人为共同摄政，但这并未解决根本矛盾。最终在1506年6月，双方通过维拉法菲拉条约暂时解决了冲突。根据该条约，腓力一世被承认为卡斯蒂利亚国王，而斐迪南二世则被迫放弃所有权利，返回自己的阿拉贡王国。女婿和岳父的争夺以女婿的胜利告一段落。美男子腓力一世与岳父斐迪南二世的矛盾归根结底是15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两大强权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的联合因女王去世而出现裂痕时，围绕最高权力的激烈争夺。其根本原因在于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规则的不明确，以及各方势力对权力的觊觎。腓力的暴毙，一段历史的转折。可惜的是，这份条约很快便成为一纸空文。在签署条约后仅3个月，1506年9月，28岁的腓力在布尔戈斯打完一场回力球后喝了冰水，随后突发高烧，病情在几天内迅速恶化，并导致死亡。由于获取和运输的成本极高，冰在16世纪是一种极其昂贵的奢侈品，只有像腓力一世这样的国王和贵族才能享受得起。当时喝冰水不仅是为了消暑，更是一种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国王的宫廷甚至会安排专人负责冰雪的采购和供应。腓力喝的冰水应该是从山上运来并储存在冰屋 Neveres 里的天然冰雪，在炎炎夏日为他带来了一丝奢侈的清凉。他的暴毙很可能因为喝了冰水，引发了一场突发的致命疾病，但这直接避免了他与岳父斐迪南二世之间一触即发的内战。他的死也彻底击垮了妻子胡安娜的精神世界，成为压垮胡安娜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反应震惊了当时所有人。胡安娜有多爱腓力？她紧紧抱着丈夫的尸体，不准任何人靠近，甚至包括修女。她坚信丈夫会复活，时常打开棺木拥抱丈夫腐烂的尸身，并四处带着棺木旅行。1509年，她被父亲软禁于托德西利亚斯。1516年，斐迪南二世去世后，他的儿子查理五世继承了王位，却从未释放他。胡安娜在名义上是女王，实则是囚徒，直到1555年4月12日在囚禁中去世，终年75岁。查理五世，日不落帝国的开端。胡安娜的儿子查理五世，西班牙称卡洛斯一世，于1516年继承了西班牙王位。1519年，他又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同时统治着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尼德兰、意大利南部和正在快速扩张的美洲殖民地。他的帝国跨越2个半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要了解西班牙的兴衰历史，一定要了解西班牙和英国之间的恩怨情仇，他们本是一对血脉相连的盟友。第3站，西班牙与英国血脉相连的恩怨情仇。查理五世的时代是西班牙的鼎盛年代，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而此时的英国也是都铎王朝的辉煌时刻，英格兰国王亨利8世正坐在伦敦的王座上，他们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是姨甥关系。亨利的首任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是查理五世的亲小姨母。查理虽然是晚辈，但只比亨利小9岁。凯瑟琳的悲剧命运。凯瑟琳王后最初的婚约对象是亨利的哥哥亚瑟·都铎，这是一桩典型的政治联姻。当时英格兰国王亨利7世为了与强大的西班牙结盟，以共同对抗法国，便为自己的长子亚瑟迎娶了西班牙天主教双王的幼女凯瑟琳。两人的婚约缔结得非常早，凯瑟琳在年仅3岁时就已经与亚瑟订婚了。1501年11月14日，15岁的凯瑟琳远赴伦敦，与亚瑟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婚礼。他们前往威尔士的勒德洛城堡居住。然而这段婚姻仅仅持续了不到5个月。1502年4月2日，亚瑟王子突然病逝。亚瑟的去世让16岁的凯瑟琳从威尔士王妃变成了寡妇。对英格兰而言，这不仅是失去了一位王子，更意味着与强大的西班牙之间的盟友关系可能破裂。当时西班牙与法国关系同样紧张，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亨利七世不想得罪西班牙，因此他决心将凯瑟琳留在英格兰，并迅速安排她改嫁给自己的次子，也就是后来的亨利八世。但是按照当时的教会法规，男人娶自己兄弟的遗孀是不被允许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格兰与西班牙双方都向教皇申请了特许状。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凯瑟琳与亚瑟的婚姻并未圆房，她仍是处女之身。最终，教皇批准了这桩婚事。1503年，年仅18岁的凯瑟琳与12岁的亨利八世正式订婚。由于政治和金钱上的分歧，亨利七世一度推迟了婚礼。直到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年18岁的亨利八世登基后，才最终迎娶了24岁的凯瑟琳。郎才女貌的一对。凯瑟琳比亨利大这么多，这个婚姻匹配吗？凯瑟琳在当时可是欧洲王室公主中的顶配。作为西班牙天主教双王之女，凯瑟琳是当时欧洲最炙手可热的公主。她拥有高贵足统，有着金红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以及白皙红润的肌肤。她身材娇小圆润，被时人称赞容姿秀丽、妩媚动人，完全符合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亨利在后世的画像中非常肥胖，但年轻时候的他可是万众瞩目的高富帅。年轻的亨利一表人才，历史记载他身高超过190公分，四肢纤长，喜爱运动，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国王。他的出现为当时的英国宫廷带来了青春与活力，被形容为天底下没有比国王更好看的青年了。尽管凯瑟琳比亨利大6岁，但在当时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反而为婚姻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亨利在10岁时第一次见到16岁的凯瑟琳，就被她的美丽深深吸引。婚后两人感情深厚，亨利会在公共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凯瑟琳的爱意，并曾形容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生物。凯瑟琳不仅是妻子，更是亨利的政治伙伴。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亨利出征法国时，她以王后身份摄政，并成功抵御了苏格兰的入侵，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所以，这对姐弟恋在婚姻初期，无论是从外貌、地位还是感情上看，都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没有儿子的悲剧，这段婚姻也是西班牙和英国关系转折的起点，源自一个命运的悲剧，他们没有儿子。相爱的夫妇无子，原因很复杂，他们不是没有生育过孩子，反之，相爱的夫妻二人拥有一部丰富的生育史。凯瑟琳先后怀孕7次，但结果令人心碎。1510年，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婴，生下来就是一个死胎。1511年，诞下一名男婴，亨利欣喜若狂，但这个宝宝出生52天后夭折，这真是地狱般的经历。1513年，她再次怀孕，但以流产告终。1514年，诞下一名男婴，但同样早夭。1516年，诞下女儿玛丽，这也是他们之间唯一活下来的孩子，也就是后来的血腥玛丽。1518年，她最后一次怀孕，以流产告终。到了1520年代，年近40的凯瑟琳已基本无望再生育。亨利不希望王位旁落，要和凯瑟琳离婚，寻找新的年轻王后，繁衍子嗣。而查理五世和凯瑟琳的这层关系，使查理毫无选择的必须站在他的立场，成为亨利政治决策的阻力。在虔诚的凯瑟琳看来，这一切似乎是上帝的惩罚。他坚信与亨利八世的婚姻是神圣的。接连的打击让他陷入自责，一连串的失败让亨利也开始怀疑这段婚姻遭到了诅咒。他引用圣经利未记中的经文：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他们必无子女，认定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有罪的。这为后来的离婚风波埋下了伏笔。在那个没有现代医学的时代，王室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男性继承人。凯瑟琳的生育问题不仅是个人悲剧，也成为了都铎王朝的政治危机，并最终深刻影响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命运。凯瑟琳是一位备受爱戴的王后，她为生育付出了巨大代价，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当王后无法提供男性继承人时，国王的耐心也走到了尽头，转而寻找新的希望。这场由子嗣引发的婚姻破裂，最终导致了英格兰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分裂。查理的阻挠与英国宗教改革，尽管有潜在矛盾，但在16世纪20年代，查理五世和亨利八世因共同的敌人法国而结盟。1522年，查理五世对英格兰进行国事访问，受到亨利八世高规格接待，以巩固同盟，并共同谋划对法作战。1521年至1526年间，他们的联盟对法国形成夹击之势，这就是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查理也一度许诺迎娶亨利的女儿，后来的血腥玛丽。西班牙和英国关系破裂的导火索
是亨利要求与凯瑟琳离婚。查理的阻挠，作为凯瑟琳的外甥，查理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政治影响力，向教皇施压，阻止离婚批准。英国的宗教改革，查理的阻挠促使亨利与罗马教廷决裂，你不批准，我就干脆自己建立一个宗教。他于1534年创立英国国教，这彻底激化了两人矛盾。两人关系破裂后，虽未正式开战，但已从盟友转为对手。外交拉锯，查理试图拉拢亨利对抗法国，但亨利已不愿再做查理的小弟。1544年，亨利再次与查理结盟攻打法国，但这次合作貌合神离，很快便不欢而散。玛丽一世与西班牙的联姻。玛丽一世是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女儿，在她年仅6岁时就被父亲许配给了当时22岁的表哥查理五世。这段纯粹的政治联姻只维持了3年。查理五世后来因故取消了婚约，有说法是玛丽未能满足其携带大量现金完婚的要求，转而与一位葡萄牙公主结婚。不过两人虽无缘夫妻，却保持了终身的政治盟友关系。这个其实非常容易理解，男女年龄差距16岁，女孩只有6岁，哪位国王等得起呢？1553年，玛丽一世登上英国王位，当时已经37岁的她急需一场婚姻来巩固统治并诞下继承人。这时查理五世再次出现，他抓住机会向玛丽提议和自己的儿子腓力，也就是后来的腓力二世结婚。虽然此时查理五世的妻子已经去世，但他自己无意续弦，因此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玛丽同意了这桩婚事。1554年，她嫁给了小自己11岁的西班牙王子腓力。不过这段婚姻对玛丽一世来说也最终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因为这场与西班牙的联姻在英国国内不得人心，引发了激烈的反对，甚至导致了叛乱。年轻的腓力二世同样对年近40的玛丽毫无兴趣，他关心的只是这段婚姻是否能为哈布斯堡家族谋取政治利益。最终玛丽一世始终未能怀孕，这对于一心想为英国诞下天主教继承人的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1558年，玛丽一世在位仅5年后便病逝，她没有子女，王位最终由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信奉新教，母亲被父亲送上了断头台的伊丽莎白一世继承。玛丽一世失败的婚姻和她对新教徒的残酷迫害，最终使她成为了历史上那个孤寂而冷酷的血腥玛丽。查理五世的结局。查理五世与亨利八世的关系不仅仅是西班牙和英国关系的写照，更是16世纪欧洲王朝政治的一个缩影。婚姻可以缔结暂时的同盟，但当国家利益和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血缘的纽带也显得脆弱。他们的故事也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宗教格局和地缘政治。查理的结局并不完美。1555年，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宗教合约中被迫承认路德宗的合法地位，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挫败。他一生都在与宗教改革和奥斯曼帝国搏斗，但最终未能真正压制任何一方。此外，他常年饱受痛风折磨，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在退位后的书信中流露出深深的倦怠，一个统治了半个地球的人，最终只想回到修道院安静的死去。查理五世与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育有7个子，但只有3个活到成年，腓力，后来的腓力二世，玛利亚和胡安娜。他还有几个私生子女，但他的儿子腓力二世是在西班牙长大的西班牙人，对德意志事务毫无兴趣。而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从小在西班牙长大，却被派往德意志管理哈布斯堡的祖业，对德意志事务非常熟悉。1521年，查理五世就已经将奥地利大公之位和德意志事务交给了斐迪南。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时，他将庞大的帝国一分为2，儿子腓力二世继承了西班牙、尼德兰和美洲殖民地，弟弟斐迪南一世继承了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从此，哈布斯堡家族分裂为西班牙和奥地利2大分支。查理五世退位后，隐居在西班牙西部尤斯特修道院。1558年9月21日，他在修道院去世，手中紧握着妻子伊莎贝拉的画像，那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也是他唯一没有政治算计的婚姻。感谢您跟随我走完西班牙的这段旅程。下一步我们会为您继续讲述腓力二世的无敌舰队、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落、波旁王朝的入主、拿破仑的入侵、19世纪的动荡以及西班牙帝国的最终崩塌。欢迎您订阅、点赞、评论，支持我们的频道，一起探讨历史的深层迷雾，以历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我是劳伦斯星辰，下期再见。